如果说海湾战争让各国第一次见到信息化战争形态，那么乌克兰战场就是第一次告诉各国，无人化作战才是未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武器装备的深度融合，透过乌克兰战场，我们看到现代战争形态正在发生全面改变。无人化作战已经登上战争舞台。在乌克兰战场上，俄乌双方都在大量使用无人机，这边用无人机打击装甲集群，那边利用无人机打击莫斯科。虽然只是无人化作战的一种形式，或者说一个雏形，但依旧对双方造成了大量伤亡。根据俄乌双方发布的战报显示，无人机已经成为展示己方作战效能、威慑对方心理的最佳手段。俄罗斯出动了海鹰10、猎户座以及牵牛星等。乌克兰这边使用的无人机种类比较杂，有美国的幽灵凤凰和弹簧刀，土耳其的骑手 TB2 以及自家的 TU-141海燕。这些无人机在战场上的使用率并不大，不足各型装备使用总量的1%，但作战效能却远远超出这个比例。之所以说乌克兰战场只是无人化作战的雏形，是因为双方对无人机的运用远远不足，距离现代无人化作战还差得很远。用最新技术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这仍是一场夹杂无人化作战，但仍以机械化作战为主的信息化战争。当然，这也与两国科技水平有很大关系。毕竟双方的信息化、智能化发展都不足，但将俄乌进行的战争形容为重塑现在战争形态，火力军觉得丝毫不过分。发展武器装备的目的并不是为机械化插上信息化的翅膀。俄军最先进的阿玛塔主战坦克配备了先进雷达、数字化系统，甚至是防空导弹，但仍旧处于传统意义上的装备，对其他时代的坦克或许能形成碾压优势，但面对高空无人机仍然处于劣势。说白了，插上信息化翅膀的机械化装备仍旧难以应对无人化作战，因为双方已经不在同一个维度了。这虽然只是陆战领域的小小缩影，但也足以证明无人化作战将是一种颠覆性的战争形态，将对传统作战形成降维打击。谁率先掌握无人化作战技术，谁就能占据战场的主动性；谁率先实现无人化作战的全面深入，谁就能在未来战场立于不败之地。美国作为军事最强国，很早之前就已经认识到无人化作战平台在侦察预警、火力支援以及后勤保障方面的重要作用。美国在无人化作战领域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拥有一整套无人智能化作战理论和战略。很早之前就研制了捕食者、死神等一系列无人机，并投入了实战。在2014年，美军又确立了人工智能、无人系统、微型能量系统以及高能武器等重点发展方面，在陆上、海上同样研制了一系列无人智能武器装备，比如杀人鲸超大型无人潜航器、流浪号无人水面舰艇，也使得各国争相发展。像俄罗斯就紧跟脚步，制定了无人化作战的战略规划，但也仅限于人工智能发展，在一些关键项目上推进还是比较难的。毕竟没钱没人，从乌克兰战场上的俄军表现就能看得出来，他们并没有拿出几个像样的无人化作战手段。另外，欧洲国家也有无人化作战的规划与研究，但毕竟属于联合开发。从各方面公布的消息来看，几个国家商量来商量去的，总体进度并不高，也没能形成体系。世界上首架无人机是1909年在美国试飞成功遥控航模飞机，被认为世界首架无人飞机。无人机为军事带来了发展方向。1921年，英国成功试飞首架无人靶机。在二战期间，已经有无人机携带不同载荷，用于战场侦察、目标探测以及电子战等用途。同时，各国也开始尝试将无人机改造成无人作战平台。在第4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运用大量美制 BQM-74C 多用途无人机，模拟有人作战集群，成功掩护有人作战集群成功突防，摧毁埃及沿运河部署的地空导弹阵地。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大量使用无人机参战，包括美国的 BQM-147A、FQM-151A、英国的 Phoenix 不死鸟、加拿大的 CL-227 哨兵，以及以色列的 Pioneer 先锋无人机等，总共飞行近1000架次。
在实时了解伊拉克军事分布、防空阵地、军队和武器部署、调动以及评估空袭效果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情报和依据。阿富汗战争中，无人机作战更是大显身手。2001年11月，一支随着塔利班大部队撤出首都喀布尔的小分队来到一个小镇稍作休息，一架美军捕食者无人机发现了目标，将影像资料传送到佛罗里达州的美军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判断小分队中必有非比寻常的重要目标，于是调动空中巡航的3架 F-15与捕食者无人机实施协同作战。事后证明，这次行动成功击毙塔利班首领副手拉提夫，并摧毁其率领的指挥机构。美军此次行动开启了运用无人机执行斩首行动，察打一体无人机的重要战场优势也被体现出来了。阿富汗战争充分显示了尖端军事技术的威力，加深了各国对军事变革的认识。信息技术的发展能够实时传输、共享战场图像以及有关攻击目标的情报，并能根据情报在短时间内实现指挥控制。无人侦察机也能让士兵更加安全地搜集目标，并能实时传送。无人化作战的演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有人为主、无人为辅的初级阶段，有人为辅、无人为主的中级阶段，以及认知有人、行动无人的高级阶段。日本就是按照这个阶段来进行发展的。在第一阶段发展无人遥控作战平台，实现远程控制；第二阶段则让有人作战平台来控制多个无人作战平台，进行协同作战；最后阶段形成完全自主的无人作战平台。但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无人化作战是一种作战形式，无人作战平台会成为战场的主体力量，涵盖陆、海、空、天、电、网等多维空间。战场对抗的中介系统是智能化作战系统，而衡量是否取胜的标准就是摧毁敌方作战系统或完全掌握战场控制权。前面火力军说了，无人化作战的本质就是战场中介系统的智能化。那么在尽量减少己方损失的情况下，达成消灭敌人、获得胜利的目标，成为战争参与者始终不渝的追求。达成这一目标的基本方法就是将原始战争人与人的直接对抗通过中介系统隔开。这个中介系统就是武器装备，己方装备越先进，对敌方造成的伤害也就越大，获得胜利的概率也就越高。人类利用中介系统进行军事对抗的历史悠久，告别徒手搏斗的时代后，战争进入了冷兵器时代。火药的出现又将战争推进热兵器时代。蒸汽机的发明让战争进入机械化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运用让战争进入信息化时代。而现在智能技术的发展又再度推动人类进入智能化时代。从徒手搏斗的作战到以冶炼技术为核心的冷兵器作战，再到火药技术为核心的热兵器作战，然后到以蒸汽机为核心的机械化作战，又到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信息化作战，发展到今天开始进入以智能化为核心的无人化作战。战争中介系统的运用也让战争本体越来越丰富和复杂，也使得以技术为基础的战术运用在战争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归根结底，战争的演化过程核心就是技术进步，以及将技术运用在武器装备后的不同战术运用。到这，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大致界定：无人化作战就是以智能化技术为核心，主要运用陆、海、空、天、电、网等无人作战平台所进行的，以保持决策优势为基础，以摧毁敌方武器系统、作战系统，并掌握整个战场控制权为目标，从而夺取作战胜利的作战形式。另外，无人化作战并不像前面所举的无人机作战例子，两者之间的显著不明是：此前的作战形式中，情报获取与分析、做出判断、战术拟制与命令下达、作战过程中指挥控制、武器装备的操作和使用、判断作战的目的是否达到，以及做出是否停止作战的决定，都离不开人的现场存在。这是因为在此前战争形态变化中，战争中介系统仅仅替代或强化人的体力和技能，而无人化作战的出现依托的是智能化技术的广泛运用，甚至可以取代或部分代替人的职能。人可以通过发展运用智能化技术，在一些需要人参与的环节交给智能技术或智能系统参与，但并不代表人不存在了。
因为无人化作战并不是无人作战。火力军所说的无人作战平台是相较于有人作战平台来说的，比如无人机、无人战车以及无人坦克等，已经完全实现自主操作或由人类远程操作。这与人类系统驾驶和操作的作战平台相比，无人平台并不承载人类士兵，无需人的现场存在，但仍需要控制在人的手中。所以在无人化作战中，只是不需要人类士兵直接出现在现场，不参与现场直接对抗，但并不能完全脱离人的掌控，人只是从战场退到幕后而已。无人化作战具有非常多的优点，不仅可以节约成本，还能避免人员的伤亡。拿其中的无人机作战来举例，数量多，探测难，能够在作战中实现以小制大的作用。借助先进的通信和控制技术，作战部队可以根据不同作战目的和任务需求，将大量无人机共同编组，形成功能互补的无人机作战群队，能有效弥补单个平台能力的不足，达到1+1=2的效果。几架几万美元的自杀式无人机就能轻易摧毁几百万的装甲车，这种计算题估计小孩子都会算，哪个划算吧？美国海军曾进行过上百次模拟实验，由8架无人机组成的编队进攻装备宙斯盾系统的军舰，平均 2.8 架可以避开拦截。在宙斯盾经过系统升级的情况下，仍至少有1架能够突破。如果将8架无人机编队增加到10架、20架，宙斯盾仍旧只能拦截其中7架。面对成百上千个小家伙，军舰不得不东躲西藏，并且情况还越来越不利，尤其是需要摧毁成千上万个小家伙才能生存时。一枚防空导弹的造价通常在几十万到几百万美元之间，而自杀式无人机一般只有数万美元。用防空导弹来拦截无人机，无疑是大炮打蚊子。无论通过什么方式拦截，无论是否拦截成功，成本都远超无人机本身。防得住成本极高，防不住损失极大。最初各国优先发展无人机作战，如今则开始涉及海陆空各个领域，无论是坦克、飞机还是舰船、潜艇，需要通过人来操作的武器都有可能成为无人化自主控制。为此，世界主要国家在无人化作战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都想抢占先机，争取未来战争的主动权。这也使得无人化作战的理念愈加成熟。目前，机器人侦察发展比较成熟，以美国、以色列为代表的多个国家都已研制出自己的无人战车，相当于一个缩小版的坦克，既能跟随坦克提供火力支援，又能掩护步兵向前推进。而对于敌方步兵来说，无人战车非常难缠，完全就是一个移动的炮台。不过，无人战车的可靠性问题还不能做到100%，一旦战场上受到电子干扰等问题，就有可能造成无人战车失去控制，有可能敌我不分，对友军造成伤害。毕竟大多数地面作战都是近距离的。目前美国装备了一款名为黑骑士的无人战车，被称为智能化作战先行者，被美军赋予前线侦察、情报支持、对危险地区勘察以及提供火力支援等作战任务，足以代表未来陆战的重要方向。在外形上，黑骑士无人战车酷似缩小版主战坦克，采用传统布局，使用了布莱德利战车的底盘技术，整体持续比 M1 坦克小上许多，车长5米，宽2.44米，高度仅有2米，最大行驶速度甚至能达到每小时77公里，具备良好的机动能力，能与主战坦克和步兵协同作战，配备了一门25毫米机关炮与一挺7.62毫米机关枪，另外还能改用口径更大的火炮和重型超视距导弹。另外，黑骑士无人战车还能改装为通信中继站、指挥车、扫雷车等，可以根据战场需要临时变换，能够执行一些危险系数高、操作难度大的任务。在空中领域，无人机是发展最早的，前面也讲了无人机最早出现在2战时期。无人机在战争中的应用，无论是型号、种类和技术性能，还是作战范围和战斗任务，都在之后呈现出强劲的发展趋势。目前各国已经装备了大量无人机，主要负责监察侦视、空中预警、诱骗干扰以及火力打击任务。美军战术侦察监控任务目前就是交给无人机进行，尤其是察打一体无人机，作为先进的空中打击武器，察打一体无人机能够克服传统侦察手段的不足，
实现全方位的全时段侦察，为其他作战部队提供及时的战场信息和情报支持。此外，察打一体无人机还能携带足量高能炸药，对敌方重要目标战场点穴式精准打击。与其他普通无人机相比，不仅延续了非接触零伤亡的战场优势，还衍生出其他新优势，比如覆盖范围更大、滞空时间更长以及时效性更强。未来战争中，战略无人机将朝着高空程续航、高超音速飞行的方向发展，将更加注重察打一体、蜂群作战等功能。在火力军的预想中，未来将有一架有人战机指挥一群无人机进行压制防空、对地攻击以及空中作战等多种任务。在无人水面水下舰艇方面，2014年，美国进行了13艘无人舰艇编队的作战演示，通过传感器网络的连接，分别演示了护航、拦截等任务，以蜂巢作战模式完成了一系列复杂动作。无人水面舰艇自主集群作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海军的作战方式。在无人水面舰艇方面，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海上猎手号，这是美国持续追踪反潜无人舰计划的产物，主要用来侦察和跟踪潜艇，执行近海任务，能够独立持续工作3个月，能与 P8 反潜巡逻机、MQ-4C 侦察机以及反潜声纳浮标等组成传感器网络，用于全球海洋监视。配备有多种先进的雷达、声纳和传感器，具备高度自动化的反潜能力，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无人水面舰艇。美国在21世纪初设计制造的无人潜航器曼塔能达到50吨量级，能携带4枚鱼雷，具备水下高精度的导航能力、无线电通信能力以及探测水雷和避障能力。毫无疑问，能在无人化领域走到最前列的国家，就能在未来战场占据优势。这也是为何各国都在大力发展的原因。但无人化作战核心依旧是人工智能。美国最高级别将领就曾表示，人工智能将在未来战争中发挥巨大作用，甚至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在预警探测系统方面，人工智能可以发挥超强作用。从2017年之后，美国一直致力于将人工智能整合到现有的侦察和目标识别系统中，并在中东地区运用这种系统探测和攻击目标。雷神公司还在英国哨兵预警机上部署情报、监视、目标捕获和侦察系统。这是一套人工智能系统，能自主探测陆地和海上目标，还可完成评估无线电环境的情报侦察任务，确定探测到的无线电信号类型和识别发射这些信号的无线电设备。而在指挥控制系统中，通过整合人工智能，能够提高整体态势感知以及对危险目标的识别能力。指挥控制系统可以通过收集、处理多元可用信息，形成一个综合的全球作战态势图。在这个基础上，能为各级指挥官提出最有效的行动方案。目前，美国正在进行基于人工技术和指挥控制系统的开发，从战术到战略上实现集中规划和协调陆、海、空、天、电、网等多维空间的军事行动。这种行为也被称为多域控制系统。人工智能在武器方面同样可以发挥作用，能够提高武器系统对于各类预警数据的处理速度，并自动控制防御手段，尤其是面对高超音速武器的时候，作战部队对防御的反应要求急剧增加，而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作战部队及时准确识别目标，并快速发出指令。人工智能还在智能弹药应用方面取得一定进展，比如以色列的 Spice-250 精确制导防区外滑翔弹药，能够自主攻击10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除此之外，人工智能还可以直接运用在战场上和战场外使用的无人装备。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无人机、地面无人车辆以及水上水下无人舰艇等。目前，美国已经在 F-16、F-22 以及 F-35 战机与无人机协同作战方面运用了人工智能系统。美国 DARPA 正在实施一系列计划，致力于研究无人机、自主水面无人艇和水下潜航器以及陆基移动无人车平台的组群使用，以达到相应的作战目的。人工智能最后一个重要应用领域就是军事后勤方面，使得后勤操作在安全、速度和成本方面得到优化。美国人工智能后勤西融能够评估潜在的储备需求，并确立最有效的支付方式。
这套系统可以持续自动分析来自武器内各类传感器的技术参数，以确定军事装备维修工作的范围。不过，目前这些人工智能加持的无人装备，大多数采用了类似人在回路中的操作方式。以无人坦克来说，一方面强调提升自主控制能力，能主动发现、辨识、确定目标，并能自动装填弹药；但另一方面，也强调士兵对其远程控制，确保最终控制权掌握在人的手中。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些无人化装备的发展也部分表现出人为干涉环节越来越少。在这方面，无论是黑骑士无人战车，还是无人驾驶版的 T-14阿玛塔主战坦克，又或是美国正在验证的布莱德利无人战车和 M113无人运车兵，其背后都有人机联合作战的影子。尽量减少人工干预，最大限度地实现机器人自主控制，是相关研发的前提。如此才能实现无人装备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但基本独立完成和完全独立完成还是有区别的。一方面，现阶段相关科技发展还不足以支持无人化装备能够完全独立完成作战任务；另一方面，从确保安全的角度考虑，人类无法放任无人化装备拥有完全独立作战能力。但即使在自主控制方面受到一定限制，但无人化装备的整体发展态势并未受到影响。而且，随着无人化装备的增多，这些由人工智能加持的装备正在呈现出模块化发展的态势。毕竟，再聪明的武器仍旧属于武器，战争会消耗大量武器装备，尤其是在高烈度作战环境下，哪一方无人化装备在大量消耗后重新补充的速度快，哪一方就能获得更多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无人化作战装备模块化已经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可以预见，随着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深入应用，军事指挥官在今后将越来越多的中间过程指挥权交给无人化作战装备。随着战争目的的转变，战争的方式也在转变，无人化装备的运用就是典型表现之一。比如无人机和无人舰队，战略目的是让敌方丧失意志，只要达到这个目的，敌方武器就是废铁一堆。通过无人装备限制敌方使用武器，将是未来战争的重点。沿着无人化作战的方向进一步思考，未来无人化装备成为主流，那么战争是不是就像游戏一样？比如电影《安德的游戏》，在游戏中就消灭了一个外星种族。在美国西点军校，学院之间演习的第一步就是玩游戏，通过集体游戏来战时进攻和防御。在现代无人机作战行动汇总，操作员被称为不会飞行的飞行员，作战工具是鼠标、遥控器，在地面显示前观察目标影响，然后通过鼠标、遥控器来调整无人机的高度、位置，最后锁定目标。如今，无人化作战正在把游戏当作实战来应用，而游戏与军事的模拟器也非常像，比如射击模拟器可以培养枪手，驾驶模拟器可以培养飞行员。未来，无人化作战将在战争中发挥决定胜负的关键性作用。无人化作战的地位与作用已经从单一特定目标发展成为对作战胜负起关键甚至决定性作用，而无人作战平台将成为无人化作战的主导力量。可以预见，随着无人作战平台数量的增加和功能的升级，其作用也将更加突出，必将使无人化作战从战术行动上升为具有全局性意义的作战形式。最后仍旧是火力军那句话，谁率先掌握无人化作战技术，谁就能占据战场的主动性；谁率先实现无人化作战的全面深入，谁就能在未来战场立于不败之地。无人化装备的发展既能减少伤亡，又能扩大己方优势，何乐而不为呢？各国加油吧！或许未来某场战争就是在模拟舱内完成的。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